怎么会有飞云这么好看的小熊啊？银杏儿微笑唇，不管是看正脸还是看侧脸，都是无可挑剔的完美小熊。果然，熊猫界的刘亦菲真的不是白叫的。飞云不仅长得好看，平时她不管干什么也都是温温柔柔的，就连去拿小黄鸭上的窝头也是轻轻的，这优雅的动作，仿佛她是翘着兰花指把窝头取下来的。飞云对待她的阿贝贝更是极尽温柔，她每年假孕的表现好像比其他小熊都更严重些，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她把她的阿贝贝抱在怀里舔舐，一边舔还一边慈母般的微笑，就连睡觉的时候也要把她抱在怀里，甚至在睡梦中也不忘用手轻轻地拍她的阿贝贝，这模样像极了哄孩子睡觉的母亲，她简直是把她的阿贝贝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。飞云每次上班的时候都会把他们带出来和她一起出外场，有时候她感觉自己叼得不够稳，还会停下来轻轻地做调整，生怕自己的娃掉下来摔着。看得出飞云真的很想做妈妈，她也一定能做一个温柔的好妈妈。但是飞云的亲戚太多了，当年如果能和金虎一起去印尼，那便是她唯一的机会了。飞云现在有4个阿贝贝，有时候饲养员会都给她带出来，飞云怀里抱着一个，还不忘时不时的回头看另外3个，看得出她为了这几个娃也是操碎了心。然而同样的玩具，妙音玩起来的画风就截然不同了。妙姐的阿贝贝不是在天上飞，就是在和她一起练习无敌风火轮，这个米妮的待遇也好不到哪去。妙姐表示只有强者才配做我的孩子，而隔壁的大虎子总爱搞破坏，3两下就把玩偶娃娃给咬烂了，所以他现在基本不配拥有这类的阿贝贝。有了对比之后，就更能凸显出飞云的温柔了，因为飞云真的太美太甜了，大家看到飞云就会秒变夹子音，就连朝夕相处的饲养员也不例外。看一下飞云要是回家了，这么些人在欢迎他。你看，哎呀，飞云在一起呢，来，哎呀，漂亮的，哎呀，这漂亮的这个小胖妞。更重要的是，飞云有的不只是美貌，她的智商也很高。饲养员把笋笋给她放到了滑梯的中间，飞云趴在上面尝试了一下也够不到，于是她便拿起手边的抱枕，精准地扔向滑梯上的笋笋。就这样，笋笋和抱枕一起滑落了。只能说美貌其实是飞云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了。打扫卫生的临时工，到如今家喻户晓的也陪专家。穆世杰和大熊猫的情缘到底能有多传奇？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穆世杰见到了误闯村庄的大熊猫，他瞬间被眼前憨态可掬的黑白团子吸引了。后来他便放弃了外出打拼的机会，在09年到核桃坪基地应聘，成为了园区里的一名清洁工，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清理大熊猫吃剩的残竹以及粪便。就是这样的一份工作，穆世杰风雨无阻，一干就是9年的时间。2008年汶川突发8级地震，卧龙受灾严重，笼舍坍塌，大熊猫四处逃窜，曾经山清水秀的卧龙可以说是面目全非，一片狼藉。因为这9年的工作，让穆世杰对大熊猫的感情更加的无法割舍，即便他不是饲养员，他也仍然奔走在救援的一线。余震过后的进山搜救工作也非常的艰难，穆世杰凭借自己对大山的了解，和同事们一起上山寻找逃散的大熊猫。那一天下了1天的雨，我们挺饿的，我记得没有带什么多的这个吃的，多数背的是熊猫吃的，像这个竹笋啊、胡萝卜啊。我们饿了没有办法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吃那个给熊猫吃的胡萝卜啊。这样回来了的时候，我记得每个人身上全身是湿透了的，而且都是血迹斑斑的，全身上滴满了的那个蚂蟥。搜救工作结束后，大熊猫也都被转移到其他的地方。穆世杰本以为他和大熊猫的情缘到此结束了，没想到在他去和基地领导告别的时候，却迎来了意外的收获。穆世杰被破格录用为正式的饲养员，自此以后的10几年里，他基本都在野培工作的一线。因为经常走山路，他的膝盖出了问题。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，它的咔嚓咔嚓的响。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，当时我是哭了。我哭的是，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，不能陪他们了。尽管他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，他还是申请回到一线工作。其实像木奶爸一样的饲养员我们有很多，即便他们很少出现在镜头前，却同样把大熊猫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珍爱。前这位正在享受刀削面服务的小家伙叫诚实，因为是诚记妈妈第10个孩子，故按谐音取名诚实。诚实小时候特别与众不同，是一身灰白配色，他也是同样拥有灰白配色的季憨憨的小舅舅。诚实从出生就是一只特别的存在，他是2016级的老幺，出生体重却足足有204克。要知道大熊猫幼崽出生体重一般在100克出头，他的外甥女程浪出生时只有42.8克。诚实从小就肉嘟嘟的，深得大家的喜欢，美奶妈也是经常抱着亲个不停，因为他灰白的毛色和胖乎乎的模样，
也因此得了很多的外号，比如小灰灰、肥灰、肥肥等。而且因为诚实从小表情就特别严肃，也被大家喊作老干部。因为诚实出生的比较晚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和小伙伴不赶趟。别熊睡婴儿床的时候，诚实在睡育幼箱，别熊出去晒太阳，他还只能睡婴儿床。最后好不容易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了，结果不是哥哥七就是姐姐打。他们这集不仅有饭霸梅兰肉帮，还有爱聊架的天线宝宝奇艺，隐形战神奇果更是不好惹。但是我们小灰灰也有硬气的时候。这天奇艺看到独自在树旁趴着的诚实，准备上去撩闲逗逗他，结果诚实一反常态，把前掌举在空中，冲着奇艺大喊：“你过来呀！”把奇艺吓得一激灵，然后就默默地走开了。果然老师熊爆发时威慑力也很大。小时候的诚实酷爱睡觉，江湖上至今还流传着他充电2小时活动5分钟的传说。而且诚实自小脑袋就长得大大的，所以经常能看到他的大脑袋被卡住。这天诚实的大脑袋被卡在树杈上，极力想挣脱的表情简直萌化了，而且他的小脚丫也在使劲儿。最后把脑袋拔出来的那一刻，头套都变形了。还有另一次更惨，本来卡头已经很难受了，还被亚运伺机报复，挠脸又咬嘴的。不过他们也只是打闹而已，并没有伤到对方。诚实和文文的互动更搞笑，不是黏黏糊糊的贴在一起，就是决斗现场，主打一个反差。有一次亚运和文文在泡澡，结果诚实硬是凑过来了，在他坐下的那一刻，水池里的水都流掉了1/3，气得文文直翻白眼。如今马上8岁的诚实出落得更加帅气了，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和喜欢他。时尚圈也是被大熊猫闯进来了。岳阳中华大熊猫院的福福不是穿裙子就是戴围脖，每天都有在好好研究穿搭。淡蓝色高开叉单肩晚礼服，再搭配一顶贝雷帽，还是扭着屁股走出来的。不得不说福福这孩子是懂穿搭的。福福不只是会穿，这裙子还是他自己设计的呢，一边撕一边穿，妥妥的就是量身定做。只是福福，你把裙子的叉都开到腰上了，看上去多少是有点不正经了。福福作为一名时尚博主，从来不允许自己的脖子空空的，每天都会带着各种各样的花围脖，因为福福戴多了，动作就特别熟练。只见他仰着脑袋把围脖套在头上，然后再转动自己的大脑袋，围脖就这么水灵灵的套到脖子上了。有时候他还会整点小花活，把围脖套在脑袋上，看上去像是头上套了个马桶垫。这个彩虹围脖套在头上就更炸裂了，看起来就像狼外婆。他甚至还把自己的脑袋和木桩套在了一起，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套进去的。但是看着这十分惊险的操作，大家都为他捏了把汗。还好在有惊无险，他自己把脑袋抽出来了。福福有时候还会整点文艺的，拿着丝带跳个古典舞，这小模样整得还挺唯美，很难不怀疑他是在模仿身穿汉服给他跳舞的小姑娘。看福福当时的表情就知道他被小姑娘惊艳到了。没有围脖时候的福福就把轮胎套在头上，而且还是他喜欢的单肩胯。福福玩轮胎也会自己给自己上难度，先套在头上一个，再依靠强大的臂力爬上秋千，动作干净又利落，妥妥的就是一个体操小天才。大家都很好奇，福福的整活套路和林岩有点像，想知道他俩是不是有什么关系？他俩确实是有点关系的。福福和林岩是幼儿园的同班同学，只不过福福主修的是服装设计，而林岩主修的是声乐。